我们很多人在讲啊，百练不如一站，其实讲的就是各种的站桩式，不管是练习太极拳还是练习竞技武术，所有的跟我们身体相关联的，能让我们精气神变得比较饱满、比较充足、最佳的、最简单的途径就是站桩。很多人找不到它的其实的最基础的方法，我们可以找一堵墙，脚离墙有一脚的距离的时候呢，与肩同宽，我们拿背部靠住。我们的尾闾和背部中间是空的中间是空的一个弧线，和我们的背部和我们的尾闾处靠住，腹部放松，膝盖微曲。这个时候，不管我们的膝盖如何的微曲，只要我们尾闾靠住了，它都不会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高一点手可以抱元守一的放在我们的腹部，放在腹部的目的就是我们能感受到我们呼吸是腹式呼吸，它会有起伏感。下颚微收，虚灵顶劲就出来了。那么有了这个动作，我们再拿手起抱元式，还是我们起太极拳，其实它的重心就会对，它的这种直立式的动作它一定会对这个时候再进行一个抱球式，你会发现很容易把动作做对，就是站混元桩的最基础的动作能做对那么当我们这个做对的时候，第二步就要解决就是松的问题。松其实说来简单，实际上它很难。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一个紧张状态。如果让我们很快速的松下来，它需要有一个自我认知，就是我们知道人当我们开始有意识的时候，它就是一种紧张的状态，或者是半紧张。想让松下来，唯一的途径就是调整我们的呼吸，你让它拉顺，呼吸长一点，他的身体机体才会慢慢松，也就是做到腹式呼吸第三步我们才能做到静，就是呼吸顺了，他的心才会静，心静体松，呼吸绵绵若存呼吸绵绵细绵长，这就是一个对我们站桩最基本的要求。第二个，下颚微收他不要抬头，微微的一收，眼帘自然下垂，看到鼻尖，通过鼻尖看到地上舌顶上颚，这是一个要求。舌顶上颚也好，舌部顶上颚也好，其实呢它一个关键点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口腔里舌头两侧不断处分泌出我们的口水，这个口水就非常重要了它被称为津，要不断的吞咽下去，很重要第四个呢，我们特别强调就是一个意识的问题，就是我们当下的站桩，你一定要意识在站桩的状态上而不是说我们人在站桩，身在站桩，心不在，也就是我们意不在。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我们意识回收到我们站桩这个状态，你的身体的细节变化就很重要了。它的每一点的酸胀疼麻，还是我的情绪起伏，你会自我观察得很清楚。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在不断的修正。也就是说，当我们情绪保持到一个非常愉悦和轻松的状态，这是一个站桩它最基本的要求的一个心理状态第三个就是你要在你本身站桩的这个心理状态你要知道我自己是在站，接下来就让身体自己慢慢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它一个自然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自然增长功力的一个过程。这虽然很枯燥，但是当我们能够练到你找到站桩站出一种喜悦感，就是当我们站的时候你会越站你会越享受其中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真正开始理解和增长站桩功力的时候的开始。所以说前一段时间的枯燥，它是必然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常讲，只要你练它就有指的是功力的叠加累积，你不练它就没有。后面一个说法就是一日练一日功，就是你经常练它就有功的积累，你没有练一天没练3天等于白练，就是一个意思。就是古人告诫我们呢，就是要持续的练习持续的练习，它才有持续功的叠加累积。功在身，那么呢就不怕那些各种的术不好练了。所以说百练不如一站，站因为它简单，但是正因为它简单，才考验了我们的耐心，考验了我们的持久和坚持力。好，收的时候很重要站直之后放在腹部，不要动，不要去动我们的意和身不要让它马上散掉，就保持着当下的这个很松弛很愉悦的状态当我们身体它会有一个气血在流动的一个状态，当它在流动的时候了它又舒服了，
才慢慢的在收。所以说收工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重点收意收心啊，不要马上让我们的这种心和意识散掉。所以说这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整个站桩的方法以及我们的一些心得。